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国色芳华杀青，看了杨紫的剧照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天选古人。看到国剧市场上接连杀青的这几部古装剧，不敢想开播后会掀起多么热烈的追剧浪潮。一部是肖战合作郑晓龙主演的《藏海传》，大男主设定主打权谋。说实话，除了今年的《庆余年2》，还把古装权谋拍对位了，其他古装剧对于权谋元素的呈现，只能用蜻蜓点水来形容。还有一部是杨紫、李现二搭的《国色芳华》，毋庸置疑，这部剧最大的噱头就是亲爱的、热爱的童颜 CP 的二搭了。当然，这只是其中之一，主创团队实力强劲，导演是拍出过去有风的地方以家人知名的丁子光，编剧则是与杨紫合作过数次的张渊昂，代表作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《沉香如屑》等。故事设定以及服化道等也同样在线，好看又养眼，就是这部《国色芳华》的主基调。目前剧集已经官宣杀青，上线指日可待。清醒事业批，势均力敌的高甜爱情。《国色芳华》讲述的是一名奇女子由牡丹培育而起，终达济民救世、帮扶天下的传奇励志故事。而从原作以及目前放出的剧情梗概来看，光是这三大看点就已经成功勾起了我对这部剧的兴趣。其一，原作的穿越设定。虽然穿越设定屡见不鲜，但穿法不同，效果不同。有像宁安如梦未有暗香来这样本人死后重生的这种穿越剧的看点，往往是主角已知自己的命运走向，重生后想方设法的破局。行为模式的改变导致结局发生了变化，但却不是全新的人、全新的思想。还有一种设定，就是像《庆余年》和《赘婿》中的主角一样，是带着现代思维穿越到古代的。这种穿越让他们与原生宿主判若两人，能够打破周围人对他们的固有印象，同时还可以凭借着现代思想和头脑，在古代的不同领域中为自己搏出一番天地。相比于前者，后者更容易出彩，因为主角的思维模式是符合现代观众的，包括传递的价值观也与当下的主流思想相契合。这部《国色芳华》中女主角就是从现代穿越回了古代，她既有现代的思维，又有古代宿主和潍坊杨紫饰演的记忆，一上来就知道自己是体弱多病，但却擅长种牡丹的富商之女。只不过因为家里为了给她冲喜，嫁给了当官的刘家卫妻，也清楚她的丈夫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，才导致和潍坊身处这样的困境。剧版改编后大概率会保留这一设定，毕竟古代思想的觉醒是需要契机的，尤其是一上来就让人物性格来个360度大转变，如果不是穿越，很难让接下来的故事发展合理。其二，一门心思搞事业的大女主。由于女主和潍坊所在的是民风开放、类似大唐的时代，女性也可以有一番作为。于是拥有着现代思想和古代种植牡丹技艺的和潍坊，便决定搞一番事业。不仅靠牡丹得到了王公贵族的赏识，还让牡丹为普通百姓所欣赏。在此期间，她带领着一众命运坎坷的女性共同经营花坊，过关斩将，甚至还在经历过底层之苦，领悟牡丹之用后，转型搞利民实业。事业向大女主的设定本来就很带感，国色芳华还把女主角打造出来的品牌做大做强的过程进行细化，从种植牡丹园到打造品牌，想想就很好看。不仅如此，还把女性帮助女性的女性力量进行了具象化，也是符合当代价值观的。其三，循序渐进的感情线。
虽然国色芳华未能免俗，依然融入了女主的感情线，但这部剧中女主的两段感情选择，也侧面反映了她的成长。最初是奉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嫁给了没什么本事、自己也不爱的渣男，但思想觉醒后，却是在搞事业的过程中，遇见了势均力敌、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国公之子蒋长阳李现饰演。两人相互依赖，一边搞实业，一边报家国，成为真正的灵魂伴侣。而何为芳和蒋朝阳的感情线也是循序渐进的，何为芳的情感转变也是在两人经历过九死一生后，才重新进入这段新感情。这条故事线也是不可或缺的。不难看出国色芳华对剧情和人物的描绘有多么细腻。二，杨紫李现配一脸，古装造型太抢眼。先前通过路透照就感受过这部国色芳华的服化道质感了，此次杀青照一放出，越发体会到了这部剧在服装造型上的用心。原本最让人担心的就是李现的古装了，但没想到简简单单的造型却衬托出了他身上的儒雅书生气。相比起之前李现出演过的古装，这部国色芳华完全可以为他与古装题材的适配度证明了。不过最抢眼的还是女主角杨紫，看了杨紫的剧照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天选古人。杀青照中的杨紫身穿粉金色古装，看起来很显少女气质，但又不失雍容华贵的重工感。头上的发髻设计感十足，配上与服饰同色系的步摇，看起来既甜美又舒服。现代剧中的杨紫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颜值受到争议，放在90花中也的确算不上颜值最高的。但穿上古装的杨紫却是判若两人，原本有些肉感的脸庞，反而多了几分唐代美人的珠圆玉润，完全能撑得起这种华贵的造型。而中式妆容也衬得杨紫眉眼更加舒展，笑起来端庄大气，又让人如沐春风。即便配角阵容中有张雅钦、许灵月这些高颜值的女明星，也被杨紫艳压了。毋庸置疑，古装剧才是杨紫的统治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配角阵容中的演员都让人很有反差感。比如魏哲明饰演的刘畅，就是何为芳的渣男前夫。长了一双深情眼，人夫感十足的魏哲明，很容易让人三观跟着五官走。但他演的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反派，对于魏哲明来说是一次不小的突破。《庆余年2》中的五竹书童孟石，在国色芳华中饰演何为芳青梅竹马的表哥。除此之外，还看到了沈梦辰等演员，奇奇怪怪的组合越发让人好奇心爆棚了。